我呢是想和你一起来看看这婚宴的样子，这成亲呢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？这流程可复杂了。那要不然这样吧，我们先演练一遍，知道流程之后呢，就算出了岔子，也能补救啊。燕丹，你不是最爱演戏折子吗？自称阎兰山第一戏吧？怎么，怕露怯不成？新郎三件，邪气进去。你小心点儿，别说到我。好好演，专心一点。通宵发黄的心，碧落舞曲到流泪的人间去，却以为常有四海的月，尘埃如洗，难过欢喜，不经意的忘记。月光啊，青丝缠入请新娘子下轿。还沉迷于一瞬间花开的时期，偶尔兴起也泛愁绪，温柔蒙住跨过马鞍，阖家平安。分一半出去。都怪时光风絮，红尘沙一吹向你，心字涌入潮汐，频频问尽，情之所起。古代见面，传宗接代。我的痴情，我的誓言，一次看懂万物凋敝。第一次成亲这么紧张？请新郎挑下新娘盖头，从此称心如意。风絮，红尘沙一吹向你，心字涌入潮汐，频频问尽，情之所起。只怕眼角泪滴，一次溶掉你背影。我的痴情，我的誓言，我的全部都偏向你。数着春秋来去，一往而深，向你前行。泪在沉香人迹，尘埃落地，仍有期许。听闻良辰佳句，两人美景总相依。风凉半醒，冰声一地，不放肆与大梦不息。就往赴与朝朝夕夕。哎，酒就不用喝了吧，接下来都是你的戏份了。我？新郎和新娘按理说要谢媒人的，可他们没有媒人，就只能谢你了。而且按理说你是要回礼的，你想好要还什么了吗？琳琅呢，喜欢那种华而不实的东西；紫琳喜欢热闹不死板的。我想到了。原来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是这么幸福的事啊！
请新人谢眉。又来，别动别动。紫菱，她这是怎么了？哦，他总是恶心想吐，盖上盖头就好了。对，怎么一直打嗝不停啊？多谢唐公子成全。鞠躬啊！祝你们永结同心，恩爱不移。请唐公子还礼。我的礼物吧，这山主大殿放不下，请诸位随我移步殿外。山主送的什么东西啊？坤，你怎么会？我最近呢，总是梦到这个异兽。燕丹，我需要你的助力，才能完成。跟我来。你第一次看星星的时候，我不在你身边。后来那变成了一段痛苦的记忆。所以我想，还你一片快乐的星空。这是先例。琳琅他爹，再也没有比这更华贵体面的婚事了。琳琅嫁得好啊！哎，是啊，是啊，哎，是啊。我宁愿是在这7日之内死了。那神秘人中了投命咒，与我一起魂飞魄散。他如此耗费先例，是有意要自保而亡。唐周，别犯傻，你快下来！良辰美景，正宜赏夜的好景色。山主大人，你别这么小气啊！杭州，云墨说的对，你本身仙衣破损，越是这样会消耗你更多的仙力，还是赶紧下去吧。就让我这么任性一回吧。燕丹，你有没有喜欢过我？我不能。也好，这样我死了，你就不会那么伤心了。我不会让你死的。
燕丹，若我挨过7日，那神秘人捡了投命咒，再次杀来，我如何保护你？我不怕死，我只是不能接受那种最坏的可能，就是他在我面前伤害你。燕丹，我多希望你先遇上，先爱上的人是我。若有来生就好。若有来生。唐舟，唐舟，唐舟！燕丹。如果时光能够永远在这刻停留，该有多好！有你的时光，朝朝暮暮都是好时光。燕丹，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。其实早在镜湖水月，我就做出了选择。在我眼里、心里，只有你一人。唐舟，你醒了。秦几他们已经收拾好行囊，准备回凌霄派了。有的人啊，嘴上说着不在乎、不在意，可这心里还是十分挂念同门情谊的。我说的对吗？你不必来劝我，我已与凌霄派毫无瓜葛。你这个人啊，哪儿都好，就是嘴硬。如果你的心里真的放下了，就不会盯着这把剑发愁了。如今凌霄派群龙无首，秦琪与道远2个人各自为营，互相都看不惯对方。如今师门上下生存艰难，连饭都吃不上了。我看，再这样下去的话，估计就要卖房卖地了。凌霄派是你师父的家，也是你曾经的家，难道你忍心看着他变成这样吗？我知道你心里自责。你认为是你的离开才让师门变成这样的，可如今不是自责的时候，
越是这样，你越应该去面对，帮助师门去渡过难关啊。反正我已经答应那个老爷了，3日之内必定会抓到猫妖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难道你想看到曾经让你引以为傲的师门变成一滩烂泥，在背后受人嘲讽吗？如今我的修为已经尽散，只怕会给凌霄派丢脸。我明白你的纠结，若是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教你天界的法诀，让你快快的修炼，助你师门渡过难关。那猫妖明日午时要去谢府强娶谢家小姐，我会去想想如何能将她抓获。这……路过，不小心听到你们谈话了。听到你们已经和好了，恭喜啊！恭喜大家！你来都来了，不如用你的聪明脑袋瓜一起想办法喽。我倒是有个万全之策，不过可能要委屈某人了。小娘子终于想通，肯嫁给我了。竟敢耍我！猫妖一出，进来吧。如今猫妖已被收服，今后谢府便可得以安宁，谢小姐也不必担惊受怕了。现在你总该相信凌霄派的威名了吧？之前是我一时心急，说了些重话，多有得罪，还望各位天师莫往心里去。今天我终于见识到了凌霄派天师个个有勇有谋，果真是名不虚传，名不虚传啊！这是哪家的胭脂啊？这么难擦。看你涂小红嘴唇的样子，也挺可爱的嘛。我看美色不输陶姐姐，简直是仙女下凡呢。干嘛这么着急换回去啊？我还想让于墨好好看看呢。这不都是你出的馊主意？还不是因为你想保护你的师妹，说猫妖的妖力深厚，怕伤到她。喂，要不是为你散尽了修为，
这种小猫小狗算什么？好了，你之前也没少折磨我呀，没有想到你也有今天啊！当时可是没少折磨我的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我要把你今天的经历全都记录到红尘录里面。捉妖天师唐周，虎落平阳被猫欺，如何？挺好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让你重温一下往昔你做主角时的戏码。你这小人，怎么又把我关进葫芦里了？让你嘲笑我，那你怎么也跟着进来了？我就算虎落平阳，也不会放你离开的。别废话了，赶紧给我打开！哎呀，没办法，我也在这葫芦里，打不开啊。真是个小人。这葫芦里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之前来葫芦里这么多次，从没有见过这番景象。不对，你的修为不是已经没有了吗？这是我的法器，自然听我的话。原来这些时日一直在屋子里闭门不出，是在修炼啊。怎么样，我教你的天界法诀还好用吧？看到你现在重新振作的样子，这才是我一开始认识的唐天师吗？却以为常有四海的月，尘埃如洗，难过欢喜都轻易的忘记。月过了，青丝缠入指尖，还沉迷于一瞬间花开的瞬息。偶尔兴起也泛愁绪，温柔捂出了一颗心，情不自禁的分一半出去。都怪时光风逝，红尘沙雨吹向你，心字涌入潮汐，频频问起，情之所寄，只怕眼角泪滴一次融掉你背影。我的痴情，我的誓约，我的全部都偏向你。守着春秋来去，一往而深，向你前行，泪在沉香燃尽，尘埃落定，仍有期许。听闻良辰佳句，两人美景总相依，风凉半醒，冰声一地，不放肆与大梦不息。好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，似乎出不去，也不是什么坏事。若是我们一直出不去的话，又如何找神器？又如何修复你胸口上的伤痕呢？这些都不重要了。
燕丹，别忘了，他是应渊帝君，不是唐周，他只是在罹难，早晚都要回九重天的。于墨，你看你干的好事儿，我们还好落在了于墨的房间里，要是落在哪个姑娘的浴桶里，我看你怎么解释。你这个伤是愈寒又裂开了吗？伤势无妨，只是你们两个怎么跑到这葫芦当中了？还不是唐周这个小人。我好心好意的帮他抓猫妖，谁知道这个人卸磨杀驴，把我关到这个玉葫芦里，关了一整天。胡说八道嘛！你在里边玩的不也挺开心的吗？况且是你嘲笑我在先，怎么就恶人先告状了？那是因为你把我囚禁在里面，我没有办法，只能逆来顺受。我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啊。什么话都让你说了呗。嘴上逞强，心里肯定还是放不下。我太了解你了。明日秦启他们就要回去了，你当真不跟他们一起回去吗？我本以为离开是最好的选择，却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我以前也不懂，那种心里只有大义和责任的人到底是怎么想的。可我现在明白了，原来不顾一切放下责任，会伤及到那么多的人。大师兄和师妹已经和解，凌霄派会慢慢的好起来的。那你呢？你的师门上下都等着你回归呢。我既然已经选择离开，就不会再回头了。你骗不了我的，我知道你的心里还是挂念着你的师门。你之前是因为救我，也是因为被掌门蒙蔽，才负气离开。可凌霄派的初衷是很好的，惩恶扬善，积浊扬清，这不是你一直心之所向吗？别发愁了，这杯如意酒给你，喝了这杯酒，你便可以知道自己内心想的是什么了。我不希望你因为一时的冲动而后悔。若你心系师门，就应当回去。与君别后，云上我下，转眼秋，山海无路万心中。欲别还休，几时都不够。轻看眉秀，烟火岸上有白首，一朝天涯傲轰动。去到人间，锦绣好时候。菡萏再开，我已经原谅你了，宁愿。天上人间，颜淡的心结由应渊而起，现在又由唐周而化，自始至终都与我无关。
可以了。7日之内不能沾水，否则伤口会感染。还有啊，要注意忌口，什么辛辣、海鲜、生冷的食物都不能吃，明白吗？你这年纪轻轻的，怎么学得如此破马？小人。昨日喝完了如意酒，你可想明白你内心所想了吗？不跟他们回凌霄派，真的是你内心最深层的想法吗？上次离开，我心中很是愤怒，但是这一次，我是真的放下了。之前在镜湖水月，我已经说过，以前我肩负着师门的责任，可现在我却为自己而活。我不愿留下遗憾。燕丹，我想让你明白我的心意，我最想守护的人就在眼前。既然你已经知道我恢复了记忆，那你便应该知道，我之前说的那番话都是真的。你我之间绝没有半点可能。待我帮你寻回4大神器，你回归天界，重新做帝君之时，我们的情分便是缘尽了。燕丹，昨夜的如意酒十分有效，你教我酿酒可好？如意酒的材料十分罕见，已经没有了。既然原料珍贵难觅，那就算了吧。吴影寿传信要我，明日携带神器前往凤泉谷。神器上交之后才能放人，否则琳琅和紫琳会有性命之忧，而且整个山境也会遭受灭顶之灾。玉墨，正是东海龙宫中的那只吴影寿。自我们寻找神器开始，你因为忘记前尘，所以不懂得仙法，很少使用3大神器。有谁知道神器是在你身上的？又有谁以紫菱还有琳琅作为要挟呢？会不会是神霄公主？不可能。昔日创世之战，她便连同龙王里应外合，屠杀我九岐一族。之后仙魔之战，又杀我师父。我与此人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我定能认他。北冥仙君不是战死的，这个人是谁？此人再次现世，为什么这一次却是冲着你来的？我第一次下山捉妖之时，被人追杀，所入法阵损了仙衣，而如今他既然知道我还活着，定会再次动手。此人在九岐灭族之时便已开始计划，足见其深谋远虑。经过数万年，又无人知晓，足见其如此细致。现如今，他要知道唐州下凡历难的一切消息，又能轻而易举地将他的仙衣破损。如此推断，他定是仙上非常尊贵的仙鬼。如今他知道我尚存于世，却没有直接杀入山境，
那是因为他知道夜来山正是妖族的聚集之地，若是生战的话，那必定会惊动天界，所以他不敢轻举妄动。所以你更不能将神器交出去，不然当年那些惨死的人更是枉死了，夜来山也会有危险。一旦你身死的话，三界必定会大乱。你们这说的也太邪乎了！这位唐州唐公子是什么大罗金仙转世啊？怎么感觉我们山境要大祸临头了？对了，燕丹，你曾经说过我是天上的帝君，我以为你在骗我，难道这是真的？我们不然去问问陆明吧。不可，此人若知唐州还没有离世，定会调查是谁破坏了他的计划。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去问陆明，定会将他陷入为难之中。那我立刻调进山境众妖，哪怕那人是大罗金仙，只要我们妖界万妖齐心，总能把人救下来。你想的实在是太天真了，此人的妖力一定非常非常的强盛。如果此刻你集结大家，跟送死有什么分别？严丹说的没错，可是如若唐州的仙力还在，再加上我的九旗之力，我们两个说不定可以赢他。现如今他的裂痕之症已经灼伤他的肉体，若再使用仙力的话，恐会性命不保啊。我有一个山主，紫妍，山主，你别着急啊，山主会把琳琅救回来的。紫妍，山主，我能找到我姐姐。狐族嗅觉闻名三界，对狐族人而言，每个人的味道是不一样的，哪怕远隔千里，也可以寻其气息，辨其方位。我姐姐就在风泉谷中，山主哥哥、严丹姐姐，你们带上我吧。我记得你以前没有喝酒的癖好。这是以前你的癖好，只不过你不记得了。月破之日，天地两冲，有流星美景，却是不期之祥。对于天上的仙官来说，流星不过是应卯的差事；而对于像你这样修行的人来说，则是占卜凶吉的方式。还是普通的凡人好啊。他们对着流星许愿，并且认为一定可以实现。别动。许愿谁不会啊？是啊，许愿揪我的睫毛，这合理吗？不行，我要揪你一个。哎。这小人，燕丹，你知道我许的是什么愿望吗？三界太平，终生喜乐呗。我希望你能像从前一样快乐，然后
你喜欢我。彩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。会走出一你来到凡间，不过是来历练的。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一场梦。看到了吗？流星汇集的云彩处，才是你最终的家。你早晚都会回去的。神仙是不得有情的，我们是不可能的。你早晚都会回去的。若是我不愿意回去呢？如果我们计划落空，明日我将神器交出去，就再也无法归位了。可那样你会死的，你知不知道？若是我死了，你会原谅我吗？燕丹，虽然你一直不肯告诉我到底做错了什么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看流星吗？900年前，我曾经也跟一个人看过流星。刚开始我很讨厌他，可是后来，我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他。这个人救过我，也伤过我的心。但他跟我说，他肩负着众生，他的心里不能有任何的牵挂。那个时候我不明白他的意思，可是我现在明白了。无论是人、妖，或者是神仙，他们都有自己的责任。所以唐周，你不能留在这里。可是燕丹，那个人不是我。你跟他一样，你们肩负着一样的责任，你们不得不去承担。我不想等你以后回忆起所有，你会后悔和不甘。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，我一定会让你顺利归位。可是燕丹，我跟那个人不一样，我不是他。唐天师，没想到我们还有重聚的一天。阁下如此执着于我，为何不敢现身呢？你一个将死之人，何须睹我真容？你不是当时伤我的那个人，你的仙力远高于他。手下无用，我便亲自前来。我知道玄香教了你神器嵌体之法，如若你不自愿交出，我便无法取得。但是你仙力被封，敌不过我。现在交出来，我保证你朋友们平安无事。你到底是谁？交出神器，我便解你心头疑惑，让你死而无憾。
若今日与你玉石俱焚，岂不更死而无憾？放心，我没事儿。伪命仙居，这是傀儡术。连带，嫌疑破损，必然殒命。无药可医，没想到你竟然能够集齐3神器，稳住了心脉。我更没有想到，这个傻丫头甘愿自舍真身相救，保住你的性命。凡所牵挂，皆为心障。她的存在，必定会是你的命门。你放了他，要不然我就亲手毁了这3件法器。哼！不要唐周！小小一只花妖与我的大计无碍。我只是想亲手要了你的命。唐周，唐周不要！唐周，咱们昨晚不是说好的吗？玉石收破都不会交出神器。我是小人。说好不作数的，对不住了，我必须要亲手杀了你，才能够放心。恐怕不能如你所愿了。看看你自己的手，普通的凡人法器困不住你，把你吸进玉葫芦，不过是想将同命咒种在你的身上而已。同命咒，没错，我们苦心研究出来的法咒，为了就是防止你杀人灭口。中咒人、施咒人命脉相连，你若是伤他，便会长出黑纹，伤他越深，黑纹便会越多。你隐秘行事，不过是不想惊动天界。若是满脸黑斑的回去，别人会引起怀疑。若想破咒的话，只需7日，不施仙法，精心修化。若是在破此咒之前，唐周不幸殒命，你便会和他一起魂灵聚散。我不相信。雨墨，到底是何人，还敢装成我师父的样子？你仙衣受损至此，又受了我一掌。我杀不杀你没有什么分别。7日之后，我自会派人来替你收尸。唐周，紫菱琳琅已经救下，送回夜来山了，放心吧。唐周，唐周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这是什么？不好！怎么回事？唐周，唐周，我的汉难之力为何注入不了？他这样下去会死吗？我方才暗中已经试过他的灵力，他冒险使用灵力，心力受损，元神不稳，而且他们必然已经知晓你四叶汉丹的妙用之处，在打斗当中动了手脚。现在赶紧将唐周送回夜来山，用温泉水进行治疗。哎，我说你能不能管好你那几个猎魂啊？到处乱窜，这晚上万一出来的话，会吓坏胆小的小妖的。醒来始终不见你踪影，我只好让他们去找你了。这正好呢，成全了一桩好事。你该怎么谢我？我看意外之喜是这箱法器宝典吧，没想到那狐族族长还真是说话算数，这么快就托人把1箱子法典给搬过来了。我看这里面
百八千的册子里，肯定有破解神秘人内掌的法术。我看这本《芙蓉心经》还不错，专以本源亏虚，内阳外泄者修炼。这本不适合你。怎么不适合我了？我看看。我说不适合就是不适合你。哎，你还给我！修炼此物，修炼者须尽除衣衫，另择一人以法力注入玄冰之中，用玄冰擦拭其全身。我看挺合适的呀。你这小人，适合你不适合我。哎，你干嘛？你说要救我的呀？是的不是？怎么知道不合适？我不要。这书上不是写的明明白白的吗？哎，只擦一个地方啊！你不要要求太多了，好不好？还有脖子呢。你弄疼我了？哎，怎么不好意思了？我才没有不好意思，我很好意思。你好意思，那为什么你要停啊？继续。我这仙灵又开始疼了。既然那么疼，要不我给你擦擦呀？黑土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你快点吧，你帮他擦吧。行了，伤得那么重，多留点心思给自己吧。何况装病求怜爱，这都是我用过的招数，根本就不管用。有用就行，人之将死，最重要的就是开开心心。严淡，赵兰的回信，我放在藏书阁了，有空你去看看。此掌无药可解，对吗？怎么会呢？肯定有解决的办法。没看刚刚于墨都说了吗？赵兰已经回信了，肯定想到办法了。你等晚一些，我们商量好了，我来找你。你先在这儿好好泡着。严淡，我在这人世间已经20载了，看来也没有什么成亲的机会了。所以，明天琳琅和紫琳的大婚，我们都开开心心的，好吗？你说什么呢？我们大家都开开心心的，我也很开心啊。而且你相信我吧，你肯定不会死的。这就是你们凌霄派的待客之道吗？妖孽入我凌霄派，只配得到这样的下场。小小花妖倒是有些手段，竟能掩饰妖气，欺瞒我全派上下。想必那次降妖堂出事，也是你的手笔吧？不是唐州要找我吗？你们让我过来见唐州，他人呢？哼，你不会再见到他了。你若为人，我尚需费些脑筋；可既然是妖，那就好办了。这诸妖竞阵，如万蚁噬心，能让你的妖灵一寸寸化为齑粉。这是你胆大妄为，引诱凌霄派继任掌门的代价。
我虽为妖，可我从未做过一件恶事，也未曾引诱过任何人，跟唐州更没有半点关系。你们凌霄派不分青红皂白便要杀我，难道你们修的是弑杀之道吗？你的妖力的确不俗，难怪敢在我凌霄派大放厥词。不过，到此为止。修士之道，修的是纯阳、澄净。为何在你的法力当中有如此重的邪术？凡间失踪的小妖，是不是皆被你所抓？堂堂凌霄派的掌门，竟私练邪术，你与你口中的恶妖有何区别？你死到临头还在这大放厥词，妖言惑众，众弟子听令，诛妖！是谁放他出来的？掌门，此事与严丹无关，请不要上当。唐州，你可还记得我凌霄派的立派之旨？当今天下妖邪，惩恶扬善。你自幼修行，从来行事稳重、恪尽职守，乃全派弟子之楷模。而你正是受他所惑，才做出如此荒唐之事。将一只妖带在身边，甚至为了他诓骗师门。你难道忘了你的师父唐江是如何死的吗？他正是相信了妖，那狐妖利用他盗取秘法后，却残忍地杀害了他满门。掌门，人分善恶，妖亦如此。严丹他本性并不坏，不要替他开脱。他利用你，祸害师门，私纵降妖堂小妖，与那狐妖有何区别？难道至亲之人以命换来的教训都不能够警醒你吗？今日此妖必斩。既然你来了，我便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你亲手杀了他，先秦之事既往不咎，你仍然可以继任掌门。若你执迷不悟、不思悔过，他的性命便由我来取。自己选吧。既不开口，便为应许。我来。果然，无论是应渊还是唐州，你都还是会选择责任、道义，而我，永远是那个可以被舍弃、抛下的。这一次，应渊，我不会任由你再伤我。燕丹，我决定不做凌霄派掌门了。最绵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晚香。为你，我可以不做神仙。遗忘岁月凉，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。我想问你，你是堂堂的帝君，
已走过3界万年，俯仰一世，在你的心里，难道没有任何人、任何情让你心动过？想要让你摆脱这天条的束缚吗？无论是在延续天宫，还是在地衙茅屋，无论何时、何地、何情，你有没有过片刻的动心？我已心许苍生，再容不下旁人，一见不悔，日后亦是永诀。唐天师，我早就说过，既然做不到，就不要轻易许诺。去到人间锦绣好时候，淡淡再开人厮守。本以为这个法环能约束我，原来情难自控之时，他已无计可施。我说过，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，我的心意都不会变。掌门，对不起，我不能让你们伤害他。杭州，你一错再错，难道要欺师灭祖吗？我是师父捡回来的孤儿，自幼长在凌霄派，会有一日敢忘师门之恩。今日情非得已，有违师训，自知愧对师门，我愿散尽修为，自逐出门。还请掌门念在往日情谊，让我带严胆离开。修为乃万术之本，你为了他，你当真要做到这一步吗？唐周，你疯了吗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别担心，只是今后我没法再欺负你了。逆徒，真是逆徒！当年唐江真是白捡了你，我也白看住了你这么多年。一身修为，师门所授，已尽数散去。凌霄派再无弟子唐周。你可以走，但我可没答应你带他走。我凌霄派绝不放过任何妖孽。
我带你走。你们是我的同门，即便我修为还在，我也不会对你们出手。想杀我的，尽管过来。但是今日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带走他。住手！我们大家从小一起长大，你们之中谁未曾受过唐周师兄的照顾？唐周师兄对我们而言，就像亲兄弟一样，你们难道真的忍心看他死吗？云墨，人我先带走了，贵派行事不正，他日定再来拜会。上师已无大碍了。你仙医都快溢出来了，为何不早说？为了救我，连修为都不要了。如今修为尽失，身体如此虚弱，你以后会后悔的。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，你不必有负担。我之前送你的花瓣，你赶紧服下吧，那个可以止痛。怎么了？还是那花瓣，你之前已经用过了。那花瓣是你留给我的最后一件东西了。你看，我已经没什么事了，都已经无大碍了。这里距凌霄派很近，你们快走吧。你够了啊！救完人还要演苦肉计，明知道严旦是如此义气之人，不会转身离开的，你还这么说？谢了。可是如今你的仙衣已经破损，还敢散掉修为，你的小命可没从前硬实了。花瓣还是省着用吧。于墨，刚才你说贵派行事不正，是何意？凌霄派杀妖炼丹，有妖亲眼见证。不可能！我虽曾用炼丹去吓唬小妖，但凌霄派是名门正派，绝不会修炼此术。就算是朝夕相处之人，也有不为人知一面。方才苍红对我出手的时候，我便察觉他的法力有问题，绝非正道修行而来。我被关在降妖堂的时候，曾将一片施了破云诀的花瓣留给丹蜀。我们道士可以以此破开降妖堂大门的法阵，丹蜀如今还在其中。我们稍作休息以后，
速速回到凌霄派救人。我正有此意。好，一起去。我虽然已经不是凌霄派的人了，但是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师门名声受损。唐周，最近发生了太多事，我想一个人静静，不要再跟着我了。别再喝了。你们怎么还在这儿？不是给我下了不离锁吗？不让我靠近吗？若是想要逃离，或者想发泄，我和于墨都会陪着你，但是不能再喝酒了。你的伤还没好。不必如此，我们终究不是一路人。那你说说看，你是哪路的呀？从小，我就是为了捉妖而修行，也一直以为这就是我的路。可如今才发现，这一切都是骗局。我一心以为自己在一直替天行道，却不知害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生灵。如今我的修为散尽，我不知道我未来的路在哪里。我不再是捉妖师了，可捉妖师唐周又是谁？是那个虚无缥缈的神仙吗？不，我不是的。可我也不是我。小二，哎，再给我拿一壶酒。好嘞。不用了。燕南，你不必同情我，你走吧。你别再喝了，唐周。如果不这样，他怕是不会停下的。他的修为已经散尽，又经历了一场恶战，现在体内仙医的痕迹又扩大了。他必须得快点找到下一个神器，如若找不到的话，他体内的仙医会爆体，那样他会没有命的。他未必不知，这次苍红的事对他打击过大，现在当务之急是助他走出心魔，不然他不会再继续寻找神器的。雨墨，如若我们能成功说服他，我们能不能陪他继续找下去？凡人唐周是我们的朋友，我当然愿意助他。
来了，酒肆关张了，城郊闹鬼，老板路过的时候被吓病了。若是以后还想有酒喝，不如一探究竟，也算是为民除害了。喂，老板说你欠了他很多酒钱，捉妖师不做了，这人还是要做的吧？别抓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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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此地距凌霄派不过10里，从来没有妖敢靠近过。你们好大的胆子啊！就不怕被抓了吗？以前自然不敢，不过听说凌霄派大乱，我们自由了。没有人管就可以出来闹事吗？你们很丢腰脸，知不知道？我们就和凡人开开玩笑，没想伤害他们。别人觉得好笑，那才是开玩笑。你们这是吓唬。坐好了，好好反省。唐周，凌霄派之过是苍红一人的错。这些年来，门下弟子也一直在降妖除魔，确实保护了很多百姓。凡间散落的众小妖，他们脾气秉性各异。作为耶兰山山主的我，深知归正他们究竟有多难。而且铲除恶妖，于人于妖，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，你不必自责。你们3个小鼠妖，不能因为自己是妖就胡作非为。我们来到这个世上，无论是人或者是妖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妖。你看我身边这个人，他没有天师的身份，也没有凌霄派的作风，可他依旧在除恶扬善，做一个好人。你们应该向他学习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酒肆老板真的是被他们吓病的吗？是我们付了钱，让他关业的。可是这些小家伙吓唬人也是真的，那些人被吓病也是真的。你觉得我们这么做对他有帮助吗？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依我看，就应该好好揍他一顿。我看这小子略微欠揍。我还是去看看他吧。这些小鼠妖交给你了，好好教育他们，注意安全，好好反省啊！一个人躲在屋顶上来喝酒啦？你是来砸酒瓶的吗？道士也得有啊。一个人这样干巴巴的赏月多无聊啊！正好我回来呢，带了点糕点。其实好东西我是不想分享的，但是看在你今天除妖有功的份上，一起吃吧。当初在兰溪镇抓你的时候，你假装小贩，卖的就是这白玉糕。当时呢，我饿了，就吃了几块。我始终记得这个味道。你还提呢？提到这个我就生气。刚见到你的时候，你吃了我们那么多白玉糕，还把我关在你的玉葫芦里，一关就好几天，都快饿死我了。我现在想到这种事情，都想画个符诅咒你。那你要我帮你忙吗？那时候我以为所有的妖都该杀，幸好没有将你收进降妖塔。今后做事真应该好好的想一想了。你刚刚说今后，你好一点了吗？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吧？你好一点了吗？燕丹，我已经知道
你为什么疏远我了？月末说，那个人伤你很深。上元节那天，我看你笑得很开心，所以你应该是好一点了吧？我本想着看你安好了就离开，但没有想到又连累了你。上元节那天，我看到你的花灯了。还有一次我中了寒毒，在神霄宫外放了一块熔岩，放熔岩的人是你吧？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。叶楠，你突然向我道谢，听起来有点不太习惯。但是呢，我还是想知道，你好点了吗？多吃一点吧。你这手怎么了？没什么事，不小心划伤了而已。你也吃。这个味道还是和之前一模一样。